帅哥，我要帅哥。什么？到。我刚刚不是还在会议室开会吗？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鬼脸识别失败，查无此鬼，不在脱生名单，办不了。凭啥啊？我好好开着会就过来了，你们系统有 bug 吧？又是实习鬼畜干的好事，这都第8个了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应该是刚来实习的勾魂使者给弄错了。啥事儿都甩锅实习生，你咋不说是外包的？我不管，这是你们的工作失误，你解决不了就找能解决的人，总之必须要给我处理好。您这种情况，要不我帮你办理重生吧？行，女士，这边检测到您生平全是加班凑满减看盗版，怨气只有0.3，怨气值不够重生。什么？你也配重生？疯鬼啊！我认都不认识你。抱歉，认错鬼了。神经病吧！怨气那么大，怪不得能重生，合着就我不配是吧？我死得好冤啊！上班摸鱼被勾错魂，复活重生投胎全部给办，地府欺负老实人啊！您先起来，咱们好好说，有什么诉求都可以和我提。我要你们派人送我回去。抱歉，你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这里查询到你生前曾经签署过一份人体器官捐献文件，现在您的身体应该已经拆得差不多了。那我投胎总行了吧？您不在脱生的名单当中。你们地府办事怎么跟踢皮球似的？我就得当孤魂野鬼是吧？您先别着急，我这边为您申请一张穿越体验卡，可以帮你穿越到任何时空，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您考虑一下。穿越什么的也不是不行，但我也是有条件的。第一，金手指得有吧？什么灵泉空间、读心术、锦鲤体质，总之多多益术。沈女士，您说的那些是真没有。作为补偿，我们把您生前买下的房屋改成随身空间供您使用，屋内所有用品也都为您保留。那我的存款怎么办？那可是我省吃俭用攒的，平时我看短剧都舍不得充会员，天天看广告。那这样，您现在在网上下单，所有快递我们帮您搬进空间，花完为止。最后一个要求，这次我要当10后，能怼天怼地怼空气的那种，其他通通不考虑。没问题。那么沈小姐，您的穿越之旅现在正式开始，祝您旅途愉快。领导，我记得公园2010年后的穿越项目还没开发出来，还不都怪你勾错了人。他只说要当10后，又没说是哪个世纪的10后。打工人嘛，要灵活变通。相公，你就从了我吧，你乖乖的，奴家会对你好的。相公。什么？这一世你还敢这般羞辱我？我靠！哎呦，我的老腰！合着我被地府坑到古代，穿成个逼婚下药的肥婆。相公是个恨我入骨的秀才，还赶上闹饥荒的烂世道，这天崩开局啊，还不如让我回去996。什么？你逼婚在前，下药在后，行此苟且下作之计，就不怕遭天谴？前世痛楚历历在目，什么？这一世我绝不会再任你摆布。陆秀才，你别激动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强迫你。陆秀才，我来帮你。不是你想的那种帮，你可千万别拿自己身体赌气，这要硬憋容易憋出毛病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你自己动手解决一下也行。你这不知廉耻的人，滚出去！各家各户听好了，官府赈粮又减半了，自家粮米看好，一律比我想的还严重。就这破家，米缸都见底了，里面还有个记仇的，这日子怎么过？不对，我还有空间啊！我的房子，我的快递，饥荒，家徒四壁，有这一屋子物资，老娘在古代照样顿顿吃香喝辣。什么？坏了，原主的极品妈找上门了。什么？我知道你在屋里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是曼他娘啊！时辰不早了，曼和恒儿都已经歇下，家里若无甚急事，不如你跟我说，别去扰了恒儿省病。我今日就是来拿钱的，废话少说，快拿1吊钱来！我家富贵想吃肉包子，我明儿一早得赶去镇上给他称1斤鲜猪肉。
这荒3年的，家里连下锅都没有见底了，哪里还掏得出1吊钱来？呸！我看你们陆家就是一铁公鸡，没钱叫沈曼出来，死丫头肯定有，叫她把钱吐出来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是来还上回借走那2吊钱？阿恒磕破了头，我正愁没钱买抓药呢。我呸！我几时找你借过钱了？我是来要钱的。就前2日我回娘家的时候啊，娘你当时还信誓旦旦的说，过2日就把它还我的。你个死丫头，那明明是你拿来孝敬老娘的钱。娘啊，你就莫要再为难女儿了！街坊邻居都来看看陆家如今过的是些什么苦日子，米缸都照得出人影了，阿恒还伤着起不来床。娘若不信，你随我去进厨房灶头看看，看还有没有一粒余米。死丫头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我有钱也绝不给你。陈四芬，你又跑到陆家惹事。四芬啊，我都说多少回了，阿恒是咱们石崖村唯一的秀才，那是全村的指望，赶紧把欠人家的钱还了。娘，你若执意不肯还钱，就是不顾女儿死活，往后这门亲戚便断了吧。你想得美，我还能白养你了？我今日身上没带钱，你给我等着。哼！阿恒啊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和曼丫头的事，总之万不可自暴自弃。咱们村里还指望着你日后出人头地呢。今日多谢村长解围，正好我心中也有一桩要紧事，想与村长商议。哦，进屋细说。曼啊，进屋休息吧。我了个豆，这俩讨论了1晚上啊！我正好用空间物资做一顿好的，犒劳犒劳他们。曼，这细米和鸡蛋，你从哪儿翻出来的？如今汉粮贵，不年不节的，怎么能这般奢侈？娘，从前是我不懂事，我想明白了，既然嫁进陆家，便该好好过日子。阿恒带着伤还要读书抄书，一家人总不能顿顿啃糙粮。往后吃食上的事，我来想办法，定不让家里人挨饿。说的好听，我就算饿死也不吃你的饭。鸡蛋居然可以炒得这么软嫩，真香！不错吧？收拾收拾，还有1个菜就开饭了。唉，你能想明白便好。一家人总归是要齐心过日子的。哟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家里急得勒裤腰带，某些人还有钱买大鱼大肉。娘，莫不是有人在外头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才弄来的精米白面吧？二嫂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二嫂鼻子真灵。对啊，就是有肉吃，这肉煮得可烂了，滋滋冒油呢。秋月，快给咱们娘加一块最大的。呸！有什么好得意？吃，早晚吃死你们！你说的那防虫的法子我记下了，你就安心在家准备明年的秋闱，旁的都不要分心。我看曼那丫头脾气改了不少，她真愿意和你好好过日子也好。要是她还欺负你，我会帮你的。村长，饭刚做好，您留下吃口热饭再走吧。不了，如今年景不好，家家粮米都紧吧，留着给阿恒补身子吧。你如何弄来这些细米淡肉？荒年粮贵，莫要再动旁的心思。你放心，都是正经来路。这里的注书写错了，《论语集解》里不是人尽于术，是术尽于人。你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妇，如何知晓此处注书有误？啊，这个就是从前听人说过一嘴，碰巧记的。说正事儿，我打算与你立个1年之约。这1年，我名义上还是你妻子，帮你调理身子，照顾家里。1年之后，你要是还想和我和离，我俩再好聚好散，如何？1年之约，你图什么？图1年安身之所，图攒些本钱，站稳脚跟。沈家是靠不住了，总不能刚脱离狼窝便流落街头吧？你放心，我保证会好好对家里人。明日我就去沈家，把他们拿咱家的2吊钱，还有往日旧账一并算回来。不必，沈家蛮不讲理，你去了也是徒惹嫌弃，反倒让他们又有由头闹上门来。今日退一步，日后他们便会步步紧逼。你放心，我有分寸，断不会让他们再闹到家里来。饭你趁热吃，我先去收拾厨房。沈曼，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娘，您是不知道，那死丫头现在翅膀硬了，居然敢跟咱们断亲，反了他了！嫁出去的女儿还敢跟娘家算账，明日让他爹别去山上了。沈曼若敢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沈富贵欠我们陆家的救命钱，姑奶奶我来要债了。死丫头，你吃雄心豹子胆了，敢踹娘家的门！赔钱货！昨天跟你娘动手，今日还敢来家闹，老子打折你的腿！快来人看呀！沈家不给活路了！你们趁阿恒病重，骗走的他最后2丢抓药钱，还翻空了陆家1冬天的余粮。现在阿恒快病死了，我来讨命要钱，亲爹亲奶竟要当众打死我啊！我没拿，那钱是他孝敬我的。天杀的白眼狼，你今日就是叫破喉咙，也休想从我沈家拿走半文钱！谁敢动他？
阿恒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富贵，依大庸律法，私侵秀才家产、殴打秀才正妻者，知40，流放千里。老沈家，你们这些年趴在阿恒身上吸血，真当石崖村没王法了？再不还钱，直接绑了见官！别去衙门，陆秀才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我们还。写字据欠2吊钱，连同这2年的粗粮细米折合一共3吊钱，白纸黑字，按手印。可以啊，陆秀才，护短够霸气的。我是为追回要钱，怕你笨手笨脚死在外头，丢陆家的人。沈曼，别以为拿了钱就能狂，你给我等着！原主这体质也太重口味了，这又胖又馊的，连我都嫌弃，怪不得陆恒天天拿我当防贼一样防。大嫂，你趴在水里做甚？小心受凉。秋月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仅要带全家吃好喝好，还要减肥、洗香香，把全身上下洗得比剥了壳的鸡蛋还干净。洗香香是什么？三嫂，咱们平时下河洗衣裳就用这皂角搓。天然皂角？这皂角咱们去河边洗衣裳偶尔也会使，有什么稀奇的？洗衣裳那叫大材小用，这哪是紧巴巴的灾年，分明全是宝贝。这皂角就是制香皂最重要的原材料。香皂？那可是沈都府里达官贵人、小姐主子们才用得起的金贵物啊！听说那一块就得抵咱们半年的口粮。没错，等我捣鼓出来，既能把自己洗瘦洗美，还能拿去换大把的白银，咱俩这就是要发家了。沈曼与前世似乎有些不同了。姐姐，昨日大伯娘他们瞎闹，没吓着你吧？我给你熬了你在家时最爱的拌饭酱，快尝尝。这味道是猪饲料里脆表伤身的麻曲散。姐，这荒年连饭都吃不上，我可是一口没舍得吃，全留给你了。对了，阿恒哥今日身子可大好了，我进屋去给姐夫问个行吧。哟，堂妹找我是假，一口一个阿恒哥，想给姐夫请安是真啊？怎么着？沈家这是打算打发你来咱们陆家做小妾，还是过来做通房丫头？曼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是特意来看你的呀。东西我收下了，你可以滚了。曼姐，你和阿恒哥真的圆房了吗？当然，以后记住了，别叫什么阿恒哥，要叫姐夫。乖，当初明明是我。三嫂，他每次来都这样，摆明了另有所图，这酱咱不吃。的确不能吃。阿恒，你看出什么了？这里面掺了麻曲散，我之前帮村长家干活的时候见过，是专供处子风湿猛长飘，最终伤筋内衰的猛药。靠，猪饲料！原主疯狂发胖，竟然是因为长期给他投入猪饲料。沈莹莹，你好恶毒的手段！这就是香皂，这看着比镇上贵人用的还要香滑透亮啊！曼，你果真是咱陆家的福星，发财了，有大钱了！还差成色。如果加上蜂蜡，不仅手感好，还能做养脸的高级香皂。只是这野蜂蜡得去深山寻野蜂窝，太凶险了。算了，坐，天天在院子里招蜂引蝶，做些迷魂汤。娘有什么好东西都不分老二家，我今日非得把这破墙砸了不可。娘就是个偏心眼儿，老大老三吃肉做香料，咱们老二家就该喝西北风。我是二嫂，你这香皂是用咱陆家后山草做的，凭啥没我们的份儿？刘秀娥，平时家里有活你称病，要钱有肉你第一个冲，吃的是咱们陆家的口粮，心里却天天盘算着怎么占婆家便宜，贴补你娘家。后山写你名字了，我告诉你，手艺是我自己的，有本事你也进山去采皂角啊！再敢在墙根底下放半个屁，你看我治不治你？三嫂你也太厉害了，我都看傻眼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自家祖传秘制花香皂，去油去污，洗脸滑如丝，比凝香阁便宜一半，不好用不要钱啦！就这方块能有那么神？5文钱一块也太贵了，皂角才几文一斤。我要，给我留一块！这丫头竟连这样能生金蛋的秘方都敢藏着，没把钱给我这亲娘！刀疤哥，你也看到了，他日赚斗金，手里可全是钱，还有那制香皂的秘方，价值连城。2个妇道人家也敢在这儿捞钱，后天我带兄弟过去，钱和配方一起端了。娘，大哥大嫂，咱们今儿足足赚了160文钱。天可怜见，赶上这大旱荒年，这分明就是救命的金贵手艺啊！大哥，往后你负责去后山砍柴打水砸皂角，大嫂你心细，跟着我熬制脱模，咱们全家齐心，按份分钱。自家骨肉帮衬是应该的，
哪能要你的红利？就这么定了，只要肯出力，咱们全家都能过上吃饱饭、吃好饭的好日子。上回你说的蜂蜡，我试着进山找了找，你看看可不可用？想不到陆恒还挺细心，不错，默默做事的帅哥很加分。老天有眼，让我们老陆家娶到了曼这么个好孩子，往后咱们一家人齐心，把日子过好。新来的，懂不懂规矩？这条西市大街乃是爷的地界，按本镇规矩，交出100文利钱，再把这货和秘方给爷留下一份。我要是不给呢？不给，那就连人带摊儿给爷全砸！原主这一身肥肉，总算没白吃。你这个死肥婆，找死！官差大哥，就是这一窝精皮流氓当街敲诈强抢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何人敢在市集寻衅滋事？全部带回衙门锁了！嫂嫂，你看，快来买啊！正宗祖传香皂，只要5文钱。走，回家。沈曼，大嫂对着天老爷发誓，我与你大哥除了熬胶做活，连院门都没迈出去半步，绝没有向外人吐露半个字的秘方啊！大嫂，我若是信不过你跟大哥，当初就不敢叫你们入伙。陈思芬那些皂块都是残次品，做不长久的。大哥大嫂品性纯良，定不是眼皮子浅的墙头草。他们能制出香皂，说明多少知道些配方；制的不对，说明配方不详细。既然他们爱在墙角当梁上君子，那咱们今晚就给他们来点好货。秋月啊，你不知道，那香皂手艺简单，沈家既然学了去，咱们往后就不卖香皂了。啊，不卖香皂，那咱们靠啥挣银子啊？傻丫头，你大嫂我最近又研制出了能让人白得发光、返老还童的美颜膏，保准连贵妃娘娘都抢着买。秘诀就在于以毒攻毒，要取3钱新鲜黄牛粪，再配上3钱猪粪，用烈酒调和敷在脸皮上，越臭越有效，连敷3日，洗掉后脸蛋能像刚剥壳的洗鸡蛋一样又白又滑。沈曼，你这个天杀的毒妇，给我滚出来！是你搞的鬼，沈曼，都怪你的美容膏！你要是不赔我银子，我今天就吊死在你家门框上！堂妹，我说的是珍珠粉，不是珍珠粪，硫粉不是牛粪。再说了，我只和家里人说过这个秘方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什么？珍珠粉和硫磺粉，药铺里都有卖的。是不是谁偷听差了，骗你拿粪往自己脸上糊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偷师不成，拿牛粪、猪粪敷脸，亏他想得出来！你胡说！珍珠粉那么贵，你哪买得起？你的脸到底是怎么洗白干净的？自然是用这香皂。这可是阿恒为了给我调理容貌，没日没夜抄书，花了足足2两银子买下珍贵香料，专门为我秘制的。姐姐，刚才是我误会了，这香皂我出原价2两银子买了，我要治脸。也罢，2两就2两。不过你上次送我的拌饭酱很好吃，你再去拿1整罐新的，就当转账费了。好，我这去拿钱和酱。2两银子，1文不少。香皂拿来。各位乡亲看啊，我这好妹妹给我送来的拌饭酱。慢着，这根本不是人吃的，这掺了麻曲散，是专给猪催肥长膘，吃多了伤心肺的畜虫药。沈莹莹，你喂我吃了这几年的东西，竟是催肥的猪药！不，我拿错罐子了。拿错了？这空罐也是你送的？既然是误会，你有胆把这酱自己吃一口？误会都是自家姐妹闹着玩，闹着玩，按下触手毒药几年，这是谋财害命。若不严惩，石崖村王法何在？2条路，要么我现在立个罪证去县衙击鼓鸣冤，把你们都送进大牢；要么把沈莹莹攒的20两嫁妆钱全赔给我当药费。20两？闹到县衙去，我也保不了你们。不赔钱，你们老沈家明日就给我滚出石崖村！没用的东西，我赔，我这就回屋拿钱。村长，这是20两银子，1分不少。慢丫头，你点点，这事儿委屈你。钱我收了，从今往后我和沈家恩断义绝，再敢来招惹我，我绝不手软。你个丧门星，早知道当初就该一把掐死你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走吧。钱都赔给你了，我刚才买香皂的2两银子还给我。那是你买香皂的钱，香皂你刚才不是拿过了吗？沈曼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
你真以为陆家人会接纳你，陆恒会喜欢你这个又胖又丑的蠢货吗？是吗？可我现在觉得我相公对我挺好的呀。相公，你说是不是？人都是会变的嘛。沈曼说的是，人的确都是会变的。刚才多谢配合。这女人面对亲人的算计能如此狠绝，演起戏来又如此逼真。那张和离书，她到底还想不想做？三嫂，这最大酒楼也不过如此，还说庆祝你瘦下来，结果这鱼肉发柴，还不如在家吃你做的。二位，这鱼是本店金字招牌，要是挑刺找茬，莫怪咱不客气。小哥，我们花真金白银买膳，美味即夸，欠妥即言，难道触犯了大庸王法？这位娘子说的在理，在下林延年，敢问娘子此鱼差在何处？油温过烈，鱼肉失之鲜嫩，酱汁挂糖极多，甜发苦腻。若能折以2成陈醋与山楂提香，口感自显风滑。一家之言，妄言了。依娘子配方，让后厨即刻重做。少东家，刚才那姑娘不是说好吃多了吗？怎么没吃2口就走了？好吃，那不过是她的客套话罢了。这姑娘不仅懂吃，更懂火候与调味，这等手艺绝非寻常农妇。去，派人打听清楚他们的来历，想办法再请他们上门试一次手艺。我们多味楼的招牌需要这样的人。是。多味楼林延年，这第一单跨界的大生意，老娘吃定了。做，让你们做。镇上老刘财主正想花8两银子买个年轻小丫头做小妾，老婆子，你既偏心眼，就别怪我今儿把陆秋月给拐了卖，看你们到时哭不哭。秋月啊，二嫂看你这2个月做香皂也太劳累了，今天二嫂自掏腰包带去茶楼吃玉露糕，顺便给你挑2盒口脂。别拽我，我得给多味楼送熏鱼样品，谁要你的口脂？哎呀，鱼谁送不是送，听二嫂的，楼上那位可等急了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这铁公鸡连个屁都要抓在手里闻2口，舍得给小姑子花银子？不好，茶楼里有鬼！好水灵的丫头，刘氏眼光不错啊！这8两银子我出了，今晚就抬入府中。二嫂，你想把我卖了？你疯了！呸！小丫头片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！给刘老爷当第18房姨太太吃香喝辣，总比在家里干粗活强。今天你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去！我看哪个活腻歪的狗东西敢碰我陆家的姑娘！我去，我现在没有300斤了，怎么打？哪里来的泼妇，给我打出去！大老爷，我这小妹从小身患隐疾，成年面生恶疮、臭能、五毒菌犬，还逢夜发疯咬人啊！您要是娶回去，保证全府上下被传染的一块不剩。丑妇、疯妇，传染病！刘秀娥，你竟然拿个病样子坑我！你们给我滚，全都快滚！沈曼，我的8两银子，你毁了我做富贵亲戚的路子，我撕了你！你动他一下试试。当家的，你别听别人挑唆，我就是好心带小妹来茶楼吃个糕点，哪知碰巧撞见了刘财主。碰巧？刘秀娥，我平时对你纵容有加，你就用这种蛇蝎心平来对自家的人？二嫂这般巧舌如簧，定是忘了牙行早有备案。这是昨日午时你背着二哥去镇西牙行签的死契，上面白纸黑字写明，收受刘老财主50两雪白定金，自愿将亲小姑陆明月送往刘府做小妾。假的！你血口喷人！这契书是你造假的！造假？牙行的王掌柜如今正坐在街对面喝茶，要不要我将他请来当街对质？你手中那50两定金银票还塞在贴身荷包底吧？刘秀娥，50两银子就买断你做人的底线，今天当着全镇父老，你看你还藏得住吗？刘秀娥，我陆夏生瞎了心眼才娶你进门，带着你的卖人银子，拿上这纸休书，立刻给我滚出石崖村！当家的我错了，再不敢了，你别休我呀！老二，不能心软，这般背后捅刀的恶货，咱老陆家绝对留不得。走吧，咱们小户人家供不起你这贪财的大佛。什么？全是你的错！你给我等着！好大胆！你们陆家敢休我老刘家的闺女，今天必须把制香皂和熏鱼的绝秘方子交出来给秀娥，否则谁别想出村安生过日子！谁敢动我陆家人，来一个老子劈一个！乡亲们，咱们陆家已经与多味楼签下熏鱼独家供应的大单，我已跟村长商妥，这熏鱼和香皂
正是咱们石崖村来年带全村人发财的共同营生。他们要是抢走方子，就是断咱们全村活命的财路。看我做甚，碍眼的都理干净了。接下来，咱们这多味楼的独门熏鱼大单，该带着全村正经做大了。从今起，咱家立新规矩，大嫂和秋月随着我制香皂、熬果酱，大哥往后主管帮多味楼送熏鱼、采买料果。二哥要是心疼那休了的泼妇，这饭可没你的份儿。若想明白了，今后香皂的木头模具和家里盖房屋的木匠活全归你包。三弟妹，以前是我昏了头，往后二哥这条命就是你的，木活全交给我，不让他人欺负咱。好，好，一家人各司其职，咱们往后的日子必定红红火火。三哥，你整日坐在屋里读圣贤书，三嫂可是在灶台前烟熏火燎了一整早。你现在伤大好了，若是不亲手拿好吃的犒劳犒劳三嫂，我们可不答应。就是阿恒，快喂你媳妇儿一口热乎的。我自己有手。娘子操持这一大家子，辛苦了。张嘴。阿恒，这么晚了，你看着地理图做甚？慢，这些日子你卖货进出，可注意到连续半月以来的风向和枯草了？你是说，老道收后，这大汛未至，凡有极其反常的旱风，这场大灾比我预象的来得还快。从明日起，我们绝不能只在镇上打转了。冒昧登门，敢问这里可是做出玫瑰香皂的沈曼沈娘子家？我便是沈曼，掌柜这一身大贵之气，不知今日降临我们这石崖村有何贵干？那我便明人不说暗话了。你那花翠香皂在昔时一炮而红，咱们宁香阁的主顾全都极喜欢。我今日特来请娘子详谈这笔1,000两银子的长期买卖。千两银子的大买卖，这气度比起丞相也毫不逊色，绝非一个病弱的穷山沟秀才所有。这陆恒绝不简单。妹妹，这快上车，咱们今儿必须把和叔定死。沈娘子既去咱们镇上府邸，我看陆秀才身子贵，不如随着我的良马一同。不劳徐公子挂心，我陆家的内人去镇上，我这为夫的自然全权护送。娘子，我替你驾驴车。哪来的乡下村妇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驴车野草的酸臭味。徐掌柜，你们宁香阁如今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了吗？也不怕污了我们各府小姐的贵眼？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我们是徐掌柜亲自请来的上宾，就凭你们这2个山沟泥腿子，要是能做出什么好香料，本小姐今儿就当众把这擦手布给吞下去。林小姐，敢不敢赌1两黄金？我今日这块从山沟里拿来的花香皂，若不能1刻钟内救了这位姑娘的毁容脸，我把这毛驴车送你。我的红疮没了，神药，这香皂是仙女用的神药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妹妹，神手艺，这简直是我商业里100年难遇的贵宝，这就签契，今后年千两供货，咱们宁香阁包了。签个屁！都给我住手！全是一群吃人的骗子！大家睁眼看清楚，他那破香皂里掺了见血封喉的毒碱，我表妹不过用了它1小块，脸直接溃烂毁容，要了半条命。今日谁敢买他半块假货，就是这等千刀万剐的下场。大家看，他就是个赚黑心钱的毒妇。我表妹不过用他那破香皂洗了1次脸，直接烂成这样。报官，抓他进大牢！装什么？大家看他指甲缝里发黄的生火碱粉，还有这脸上，不过是用红蜡油混着去毛用的大生碱强势烧出来的假红肿。陈思儿，你们陈家眼红宁香阁，竟找了这么个蹩脚的戏子，用火碱灼伤票皮来玩碰瓷。我陆家香皂纯正花果提炼，也敢来这他泼脏水。我的天，真是在作假！陈家为了打压同行，简直太不要脸了！你们合伙骗人！来人，给我打烂这毒妇的摊子！哎呀，陆秀才，快救我！你这狠心毒妇如此彪悍，你做夫君的休了她才是正道啊！陈姑娘自重，我陆恒这一世唯我娘子这一人，谁若再对她出半句污言，动半根指头，我陆家便和她死磕到底！关门！把陈家这群巨身生事的小丑全都绑了送官！可以啊，陆秀才，刚才你在大堂那一退一躲，还有护妻宣誓主权的架势，简直帅得没边了啊！是不是心里早就爱上本姑娘了？不过是嫌她脸上的香粉太过刺鼻，怕脏了我刚换的衣裳罢了。你当心看好车上的银票，我们赶夜回村。我不配吃这般好的肉，
我是家里的祸害。二哥，这叫什么话？烂疮挖了才好长好肉。阿恒大哥，今晚借这餐欢庆，我提议，明天天一亮，咱们合力把院中央阻隔大房2房的小矮墙全拆了。拆墙？对，拆了那堵隔心墙，往后我们陆家开一堵大门。大嫂做灶，大哥运鱼，二哥统包全盘木匠精活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咱们彻底并回一大户，过神仙日子。来，分红，今日签下1000两大单，大哥大嫂前期出力熬活，这2锭20两现银，你们拿去给家脚翻修新炕。秋月，这200文和各色棉布，全是你的首饰衣裳钱。妈，这怎么行？我们出力值这么多银子啊！好孩子，你是打天上派来救我老陆家的神仙啊！只要你们夫妻顺心，咱们一家人就是死也死在一块儿。我操，可以啊，陆秀才，你这雕工也太内卷，太有氛围感了吧？绝对是大师定制级的绝版手办啊！我是说，你雕的真好看。内卷，手办。阿曼，你总是满嘴我闻所未闻的奇怪话语。我操，这病痈子怎么也来深山了？被这300斤的野猪王撞上一口，他那弱骨头还不得散成渣渣？阿恒，快闪开！我来！剑景精妙如鬼神，杀伐凌厉如退役兵王。老娘天天端茶倒水供着的，这虚弱的走2步要喘一喘的秀才相公，到底是个什么通天的大怪物？杨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山上路滑，过来扶为父一把。刚才这野兽乱撞，吓得我有些手软。我靠，演，接着给我演！刚才那脚尖勾疼，别说是全村猎户，就是那京里的极品禁卫军见了，估计都得跪下喊一声师祖吧。秋月，你三哥以前经常上高山吗？不经常啊，三哥从小身子弱，平时都在家里读经书。那他可会打猎、射机关或者舞强刀法？没见过，三哥连杀鸡都没动过刀，哪里会打猎？三嫂，你问这些干嘛？没啥，随口问问。连鸡都没杀过，这家伙不仅一身反骨，身上藏着的绝世大马甲绝对比我还多。天气苦热，吃些野果解渴吧。你我或许曾在另一处相识。另一处？他难道知道我的身份了？他究竟知道我多少事？你白天说的另一处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不管你那些奇思妙想是何处得来，我也无意此刻去追问。我只想让你明白，这连年未下的雨，半山腰枯死的青藤，都在告示这场大旱已升至绝境。乱世将至，咱们2口子若想保全一大家子，我们只能互相扶持。既然你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明天和我一起去米行吧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秀才公，沈娘子，这足足3、4千斤的救命粮，光凭门外那一辆毛驴车，别说压垮车手，只怕还未出镇门，就要被红了眼的流民给抢个精光啊！不可，大张旗鼓更惹贼眼。小哥，去把后门关死，没有我的吩咐，谁也不准进院。我们自带了搬运的秘法。袖里乾坤，你这身通天手段究竟是神是妖？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本不是这时代的人，而是一缕来自异世的游魂。这掌中乾坤便是我的半生利器。倒是你陆恒，你既没有千里眼，如何能提前数月断言大旱必至，粮价暴涨？除非你经历过未来的天下大乱，你是重活一世的人，对不对？好一个异世之魂！妈，你说的不错。我本以为这天地间唯我一人孤独挣扎，没曾想老天竟把你送到我的身边。既如此，这辈子的乱世，我这异世乾坤可得靠你这将军夫君当执刀人。你我誓死同命，自今日起，我便是舍了这条命，也替你圆完所有天机。走，扫光这里。阿恒，妈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老钟井拉上来的全是又黄又臭的黄泥浆，一滴活水都没了呀！断水淹灾，断水淹灾，蝗虫要到了。乡亲们，老巡警断绝，乃大灾之始。我与曼早已察觉天候异常，
驴车里拖回了200斤干粮与2大缸深山干净泉水。今日凡肯听从陆家调度的，按户分粮分水，绝不叫大伙渴死饿死。陆秀才和沈娘子活菩萨！但老井枯干不算晚，我推测3日之内必生蝗灾。为了没保住咱们村地里最后那点过冬粮，所有人立刻拿起锄头，随我在围村田当外挖深丈尺的线虫沟，备齐生湿草与大量桐油。大伙儿可别被这2口子当牛马使唤了，连滴水都没有了，还哪儿来的什么飞黄吃人？他们分明就是故意折腾大家出白力，借机霸占全村人的名声。陆秀才那书都读到狗肚子，那是蝗虫啊！虫灾降临，全村听令，引火放沟，守庄稼。不要慌，风向向西，取干草垛压火，桐油发烟，把虫群往深陷沟里逼。别吃，住嘴呀！俺全家老小过冬的救命口粮啊！完了，彻底被吃光了！保住了，庄稼全保住了。陆秀才、沈娘子，你2位是受老天指引来救俺们石崖村命的活菩萨呀！大家快请起！看这样子，这100里周遭的庄稼被虫吃10室9空，乱世之门真要彻底踹开了。大旱既已大虫，3日之内，南省以及周边方圆800里的粮地不仅颗粒无收，且极度大荒，将引发大规模抢夺劫战。这里只是山沟之地，咱们不能在这小村坐以待毙，收拾起你所有的物资白银，咱们把车马备足，即刻起驾，杀往全省最大的通商销金核心。这督府，咱们非去不可了。且慢，所有镰刀都停下！阿恒啊，虫灾刚过，咱们还不紧着把稻杆割回去脱粒，别是等老天爷又变脸。今春虽旱，但深层地温极高，所有人听令，这一季只准用快刀斜割最上段的镰刺稻穗，留下腰下稻杆，利用我们深经剩余的水，立刻匀水浇灌，抢种抢伐2次稻。什么？割了穗子还能再生第2次米？阿恒说的是对的，天荒大地，普通人只能收1季，但按我们的说法来割，中秋之前，咱们石崖村就能再多生出1倍的救命粮。听阿恒的，都只准割稻穗，谁要是把根杆绝了，老子第一个卸了他！可以啊，这2茶道的农业机密，你竟然比我这拥有空间农场的老手还精通。前世大荒降临，饿殍遍野之时，为夫便在漠北寒地见乱民啃咬树皮，当时便立誓，若有来生，定要叫手下之兵身边之人永不尝绝粮之苦。只是我未曾料到，这老天不仅给了我再生之机，更有你这一缕意识烈火与我灵魂交融。有你此系同坐，这大乱之事，为夫便没白活一遭。什么妹妹，陆秀才，快开门，千万别睡了！督府前哨800里加急密报，北方厉王彻底反了！3大营叛军已经连夜破了天险关卡，几10万流民正带着乱兵，犹如饿狼般朝咱们南省席卷杀来。这镇上不能待了，出天大的乱子了呀！妹妹，如今北方战事一开，各路高官都在逃难，但这也是咱们宁香阁和你们陆家发下通天奇才的唯一圈口。沈督府的中秋大吉，无数达官贵人正提着大箱金银，在疯抢保命香料与高阶吃食。陆秀才，我徐家在沈督府有一座占地极大的醉稳要塞酒楼，敢问2位，可敢随我们马上启程，进大府城干一把翻天覆地的豪赌？有何不敢？去沈都，咱们不仅要把香皂沟酱卖个精光，还要在大乱落索之前，把府都那些大富户手里的金金白铁、极品良米，全都掏来装满咱们陆家的库房。大哥，我与曼儿此去沈督府，短则10日，长则半月必回。咱们留下的这2茶道和深沟水曲，你们兄弟需带头死守，没有我亲笔手书，外人进村抢粮者，就地处理。放心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别想摘走咱们石崖村半粒。好闺女啊，你们可千万当心，要整整齐齐的回来啊！去！1万两银票现银，外加本姑娘空间里还能装下10个大货站的巨无霸容量。阿恒，这一趟咱把咱们小院的家底全拉出来了。督府乃雍南豪商汇聚之地，既然乱世将起，那这座繁华名城里的粮米、医药、铁具、车马，曼儿，我夫妻2人手起刀落，
统统给他扫个一干二净。客栈掌柜说，因为逃难就剩这最后间单床了。今晚你打算上床跟我睡吗？曼儿睡床，为夫睡地上。这沈都城鱼龙混杂，我守在最凶险的门眼，谁也进不了你半步。等将来大旱退散，为夫自当以8抬大轿和明媒证婚，堂堂正正娶你上门。自己地上铺厚点儿，别冻坏你那把弱骨头。我的娘子本来就该是这般惊艳于全沈都府的大贵命。今天自投1等快讯，有从北边逃荒跑来的大管师傅，以独门秘法秘制熏鱼秘方一份现场叫卖，起卖价白银500两。一张熏鱼秘方都能抢破头卖5、600两。阿恒，这沈都府的豪商们简直就是一大群待宰的又肥又大金猪。咱手底那些鲁菜秘方，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什么叫降维打击了。700两第3次，花700两买那等粗糙烂鱼方，你们也算做得好沈都买卖。大吴独一无二高纯古法香糟盐水鸭方，军中久放3个月，肉质肥软不坏的5香极品鲁老鸡方，外加香酥炸猪排与酸梅防汗解渴露，全套绝技配方，我不一单单卖。今日4大保命军粮与美式打包叫拍，底价现银3000两。3500两，这保命喜补，咱大同商家全吃定了。4两黄金，不，直接出4500两真白银。沈娘子跟我的钱装换啊！我出6800两雪白现银，外加3辆上等好骡车。我的老天爷，你们2口子这不是在做买卖啊，这是直接把全沈都大富商把底都抢干净了。相公，如今钱袋子撑爆了，趁着流民大军和厉王乱刀还没杀到这城门口，该把这整个沈都府的存粮铁铺给掏个全空底了。随娘子心意。掌柜，你们院里那10辆全以铁皮包边，能载1000斤重物不坏的高底大车，外加20头最壮实的马关中骡，我全要了。不仅是车，精铁铺所有的重型铁镐、开山斧、长柄药锄，以及能御风寒、防砍刺的1000匹厚重粗土布、桐油毡布，我全数包圆。限你们半刻钟内全部装车完毕。沈都商户有钱，本姑娘有空间，收。陆兄，沈娘子，快走！北方叛军前锋已至城外50里，3万流民疯狗般冲上来了。太守正下令千斤闸落地，死锁城门。扬鞭，冲出闸口，全速撤离沈都。是阿恒和3弟妹，他们回来了。哈哈哈哈！今夜中秋，不仅咱们自家，大哥，去把50斤现肉、10袋白面，给随咱分担守村割稻的乡亲们，每家按户分肉、分新布，过团圆大节。哇，新衣服耶！大家都换上了新衣服。哎呀，好香！这辈子做梦都没想过，大乱灾年里，咱家的月饼能全是纯猪腿大软肉和流油蛋黄馅儿的呀！阿恒，弟妹，你们这一趟去沈都，把全家甚至全村的心都稳下了，我敬你们。娘，好端端的大中秋，您怎么反而哭了？好孩子，委屈你了啊！当初阿恒病得快没了，娘凑不上几个大子儿，只凭一张纸就空手套白狼，把你给强娶过门，连一身红嫁衣、一个顶头的盖头都没给你买过。哪怕外面天塌了，娘也绝不能欠了咱们老陆家最大的功臣。阿恒、曼儿，过几日良辰，娘要给你们2口子正正经经的补办一场像样的婚礼。老天没眼呐！朝廷北方打仗，国库空了，刚下死命令。大旱之年，非但不免税，咱们所有南方村落的秋粮丁费强行翻上3倍，交不出米粮铜钱的，直接发派去充军。陆家的，全村人都看见你们拖了10车肉和铁回来，你们家天天吃肉饼，我们明天就要被逼死了呀！你发发慈悲，先把你们库房里那几千斤白米分给我们，把关税交了吧！少替我戴这顶菩萨高帽，我陆家的银子是去用秘方换回来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。
当初劝你们挖井除虫时，你们不听，如今朝廷催官粮了，倒晓得装狗舔上来要饭了。曼儿，刘氏这种老婆婆不过是乱世来前的第一批，一旦边关战况全面失控，几十万真正杀人不眨眼的溃兵流民压境，这平原之地纵有高墙也绝守不住。平原无险，人性脆弱，是时候放弃这片旧土了。明天起，咱们两口子带着宗族进山打造真正只属于咱们的世外桃源。这山谷只有一处极窄些限天的山口可过，我带着大哥和二哥提前运过去我们的千斤精铁与暗器机关。谷内只要建有保暖木屋与云水岸头，我们便是躲在山里过上10年也稳若金汤。我信你。如今的物资，阿恒，别说是咱陆家20-30口人，你就是现在在这山里直接招个大军起事，本姑娘也养得起你们吃到建国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咱们这大汉乱世的第一步稳了。阿恒说的对，平原一打仗就是万人被砍猪一样宰。俺今天就带着老二进山，先砍大树，去搭建第一批营地木屋。这木作盖房屋的大活，全交由我一个人带头包了。当家的是我，你的樊秀娥，我娘家把我的钱全抢了，这村外乱兵杀人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求求你，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，让我回来吧。秀秀娥，当初你做那些混账事，可曾想过结发夫妻4个字？我陆夏生是老实，但绝不是傻子。那一纸休书已然写明，你我生无互认，死不通丧。当家的，人非圣贤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咱们是拜过天。纠正一点，你不是知错，你只是走投无路了。是你日子差了，便记起二哥的仁厚。这乱世中，我们容不下会从背后咬家人的毒蛇。大哥，送客，莫要误了二哥赶工做事的及时。滚！再敢靠近半步，别怪我不念旧情。丰收了，2次到比大灾前的往年还多收了整整3成，这是老陆家的神迹啊，是咱石崖村的保命天良啊！阿恒啊，外头流民逼近了，隔壁3个村全被叛军烧光了。我们知道你要进深山避乱了，求你开恩，把咱大伙带去吧。深山险恶，并非凭空享乐之地。陆家建要塞定3条铁律：1不收有前科偷抢之徒；2不养只吃闲饭不出力气的；3凡进山者，一切运木掘地守卫岗哨，皆需统一听从公令调度。违令者立刻驱逐出山。大伙若能立下此誓，明日晨咱便一同前往。愿一同前往。山里危险，你千万当心。这些干粮你带足，别饿着自己。这把匕首你留着防身，我不在家，你一定要护自己周全。石崖村百姓向来不齐，前世逃荒路上因良心生嫌隙，甚至闹出人命。这一回，我只带团结可靠、有一技之长的人。云川，你带几个人去前面探路，剩下的人原地警戒。这山里能信的人到底有几个？明年灾情将如瘟疫蔓延，多囤一分便多一分活路。太瘆人了，这怎么打得过？别慌，持竹枪者列阵设哨。云川，引他过来。这头够办一桌好席了。今天多亏了你那一剑，要不然咱们这群人非得折在老林子里不可。大家不必客气，既然进了深山，就得守规矩。现在2人一组，里山洞看守猎物，拾柴烧水，动作要快，别引来其他野兽。是。哥，你跟我去附近抓几只野鸡，给大家加个餐。好嘞。陆秀才、春山兄弟，今天你们最辛苦，这第1只鸡你们先吃。多谢，大家也赶紧吃，吃完早点休息。夜里危险，必须轮流守夜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三弟，你今天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，多吃点。弟妹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，怎么还有烧鸡和卤肉？有现成的烤鸡不吃，你确定要吃这个干粮？三弟，你要是这样，回头下了山，我可要好好告一状。好吃，弟妹的手艺真是绝了。三弟，你真是走了狗屎运，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。不知他一个人在家睡得可还安稳？终于把他们都劝走了。男人不在家，这才是属于我的快乐时光啊。我可是听得真的。晌午的时候，老林子那边传来了熊叫，那叫一个惨啊！陆家老2、老3他们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你就说我家老大、老3吉人自有天相，绝不会出事。
哎呦，这深山老林里的事儿，谁说的准呢？万一真出了事儿，你们家拿什么赔那些跟着去的村里人？王麻子，你说你听见了熊的声音，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？天刚亮就进去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晌午就。村长，从咱们村到老林子，天亮出发，晌午前能打个来回吗？放屁！晌午前根本到不了。你小子安的什么心？你们爱信不信？我们好心想帮你们进山找人，你们还不领情？就是，进山找人多危险啊，总不能白跑一趟。你们把这腊肉给我们，就算抵了。我看谁敢动！要点脸吗？打算明抢？你个小贱蹄子！你男人要是死在山里，看你还横什么？到时候做了寡妇，还不是得回沈家跪着求收留你？老不死的，敢咒我男人，我跟你拼了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快救我！杀人了！真的杀人了！你回来了？怎么，趁我不在，要来拆我的家？哟，怎么就陆秀才一个人回来了？其他人呢？不会真被熊给吃了吧？方才在山上就见你们围着我家门口，特意先下来看看，让你们失望了。大家都好狠。一会儿要是害怕，就闭上眼睛。王麻子，觉得自己比老虎还凶猛，尽管来试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快跑，快跑！你受伤了？没有，只是不小心蹭到的。我不信。真没有？不信你自己看。别逞强了，到底伤在哪儿了？自己承认吧。以后进山不许再这么拼命了。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吗？好，听你的。这是今天卖人参得的600两银子，你收好。这么多啊！你就不怕我见钱眼开，给你全摊了？不怕，以后我还要频繁进山，带在身上不方便，你帮我收着最稳妥。好，我替你保管。这次能顺利带回猎物，多亏了大家。上山的兄弟每人分40两，守在村里的人每人分10两，剩下的钱交给村长去采买防身的武器。你想得真周到，这样既能安抚人心，又能防患于未然。上山的兄弟每人40两，守村的兄弟每人10两，剩下的钱村长拿去买武器。陆秀才，这太多了！办了事就得拿钱。隔壁村现在肯定眼红，但他们暂时不敢明抢，只会想着怎么组织人进山。任何人绝不许泄露我们进山的路线和驻扎的地点。若是被我发现有人走漏风声，别怪我不念同村之情。还有一件事，如今天灾不断，流民迟早会南下，家里的粮食不安全，必须提前藏到山洞里去。这男人定力也太好了吧！我倒要看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。慢，现在还不行。该不会是你那里不行吧？不是不行，是时间不对。再等2天，你就知道了。那干脆等逃荒进山再说吧。我们之间还差一个仪式。这是做什么？我说过，我们之间还差一个仪式。今天我要补给你一个堂堂正正的拜堂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按之前分好的5支列队，青壮男子走外围护着妇孺老人，粮草车压队尾，擅自离队争抢物资者即刻逐出队伍，生死不论。三嫂，咱们真的再也不回来了吗？等乱世平了，咱们风风光光回来。跟紧大嫂，别乱跑。好好的家不要，进山找罪受。陆兄，前山的路我熟，我来打头阵。只是咱们带的粮草有限，怕是撑不到深处的营地。无妨，我自有办法。出发。给口吃的，求求你们！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停下，每人半块饼，吃完立刻走。再敢纠缠，休怪我刀下无情。这些人没打算走，怕是会跟在后面。加快脚程，天黑前必须进山口密林。
在此扎营。好好的村子不住，非要来这鬼地方喂野兽！所有人围紧火堆，不准靠近林边半步。这才刚到山口就有狼群环伺，后面的路怕是更凶险。狼来了，真的有狼！我就说进山是送死。慌什么？火把举高，青壮持竹枪列阵，守好外围巨马。好汉饶命！我们就是太饿了，实在走投无路了。刚才狼群围攻时你们躲着看，现在想来捡便宜，找死！想活命可以，留下干活。懂医术的管营中伤病，会木工的修造营房，管2顿操饭。只想偷粮蹭吃的，现在就滚！再敢靠近，剑下无情。王麻子，你偷偷藏私粮，这是大伙的救命粮。这是我自己带的，你少血口喷人。这肉是陆家特有的腌法，你说是你自己带的？再犯，逐出队伍。陆兄，前面山谷有一座废弃的旧山寨，可好像已经被人占了。看旗号是邻村李家的逃难队伍，把这谷口水源不让过。这山谷是我们李家先占的，水源寨墙都是我们的，你们走别的路去。这山谷是官道进山的必经之路，凭什么你说占就占？我们有粮有武器，真打起来，你们讨不到好。乱世当中，抱团才能活命。你们占着地利，却缺粮少药；我们有粮有兵器，缺的是稳固营地。不如打开寨门，两族共度难关。说的好听，到时候你们人多势众，还不是你们说了算？族长，老夫人中暑晕过去了，老周说快不行了。我有法子解暑救命，让我进去，保你老夫人无事。开门！多谢娘子救命之恩，是李某有眼无珠，刚才多有冒犯。这石洞隐蔽又干燥，正好藏物资。凭啥都听陆家的？他们藏了私粮。说我陆家私藏粮食，你有凭据？凭啥他们顿顿有油星，我们就啃糙饼？不是藏私粮是什么？大家都是逃难的，凭啥他们说了算？有时你偷了伙房2块粗粮饼，换了李家婶子这匹旧布，饼上的麦麸印是伙房新磨的麦种，全寨独1份。偷换公粮，挑唆内斗，按寨规该如何处置？按规矩，杖责20，逐出山寨。初犯杖责免了，罚苦役1月，扣3日口粮。再敢生事，即刻扔去山外喂狼。山寨规矩，按例分粮，按工行赏，多劳多得。谁若再敢挑唆两族矛盾，偷摸盗抢，休怪我不讲情面。贤弟处事公明，是我李某人之前狭隘了，往后寨中大小事全听贤弟调度。这是我之前在镇上收的菜籽，山坳里背风向阳，种上2个月就能收菜。这些药草种在寨边，既能驱虫，染了风寒也能应急。这都是上好的粮种，荒年里能有菜吃，可比金子还金贵。三嫂，你怎么什么都有啊？跟变戏法似的。陆先生，山外3里处发现大批流民，约莫40-50人，正往山谷这边来。看模样饿了许久，还有人走路打晃，像是带了病气。来者不善啊！开寨门怕是要引祸上身，不开又怕他们硬闯。流民里若有疫病，传进寨里就麻烦了。但见死不救，传出去也寒心。不如在寨外设个隔离棚，先查验，再做打算。连夜在谷口搭隔离棚，备好草药和热水。明日一早，我亲自去看看。好嘞，里面的人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。我们走了3天3夜，老人孩子都快撑不住了。不能开呀，贤弟，你看他们个个面黄肌瘦，万一带了瘟疫，咱们全寨都得完蛋。所有人排好队，挨个查验身体。没病的先在隔离棚住3日，愿意干活换粮的再进寨，敢硬闯的弓箭伺候。俺叫张铁，会打铁，修农具。我媳妇儿会缝补衣裳，我们愿意留下干活换口粮，求娘子收留。有这些铁料，俺能打出锄头、柴刀，还能打箭头。
守寨绝对够用。三弟，你这招厉害，收了这些手艺人，咱们山寨不光能守，还能自己造东西了。乱世当中，人比粮食金贵，有手艺肯出力的，我们都要。三嫂，昨天我看见王妈妈子偷偷跟山外进来的流民说话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在嘀咕啥。盯着他点儿，别声张，看他想做什么。不好了，北边溃兵带着刀枪，沿路烧杀抢掠，已经占了山下的村子，看方向正往咱们山谷来。那些杀红眼的兵痞，这可怎么好？咱们这点人挡不住啊！慌什么？山谷入口窄，他们人多也施展不开。今晚连夜加固隘口，滚石劳木全部运上去。他敢来，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你带着老人孩子躲进后山石洞，备好药材和干粮。我不走，夫妻同命，我跟你一起守。大哥带10人守左翼滚田台，二哥带10人守右翼油锅。敌人先冲箭射，进了砸滚石，敢攀墙就浇桐油。没有我的号令，任何人不准擅自下寨墙。二哥，这药止血快，受伤了立刻敷上，要照顾好自己和阿恒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交出粮草金银，饶你们不死！放箭！给我强攻！我还不信了！滚石！绕到侧面爬上去！老子就不信这破墙挡不住！王麻子，你敢通敌？消油！他娘的，先撤退！云川，今天安排10个人在城头上站岗。是。说了让你当心点，怎么还是伤了？皮外伤，不碍事。今日只是试探，他们夜里大概率会夜袭。辛苦你带妇孺守好后山，有事发信号。好，我知道。王麻子，寨里给你吃给你住，你竟通敌卖寨！我没有。寨规在前，通敌者死。拖出去，扔到山外，自生自灭。贤弟有勇有谋，处事公允，这一寨之主非你莫属。往后全寨上下皆听你号令。陆先生，你画的这图纸太地道了，这刀锋利又趁手，比官府造的还好用。给你防身用，轻便趁手。多谢相公。山里入夜凉，别冻着。刚才探哨回来，说山外溃兵已经往南去了，附近暂时安分了。终于能安稳一阵了，这深山里也能过上好日子。喝金山，走江河，我知青山。